大家好，好久不見，久違的帶大家一起飛。這一次呢，又再次來到了高雄。現在真的是能在高雄飛，就會有點懶得跑去北部，真的好遠、好累、好奔波。這一次搭乘的呢是樂桃航空，也是我首次在高雄搭樂桃。之前有一次在台北搭過了，但是已經是4-5年前了。在高雄搭的好處呢，就是一眼望去，整個 check-in 的櫃台全部就可以看到，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報到櫃台。那當天呢，因為已經是大排長龍了，所以乾脆呢，我就是直接坐在報到櫃台的旁邊，先來吃個早餐，等一下。一方面呢，是因為我實在不想跟着人龍走；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晚報到的好處，到日本的時候呢，行李就會早一點出來，耶、yeah！是買在安全門的位置。對。读得懂嗎？我可以講日文沒關係。日文 OK 哈，身體都沒有受傷不舒服哈。沒關係。OK。待會32號登機門2點15分之前到，謝謝。旁邊看一下行李。因為我長得比較大只一點，所以通常可以加價選位呢，我是會選一下的，避免搭完飛機跟打仗一樣累。這次的樂桃呢，去程高雄是下午2點45分，到大阪關西是6點半，回程呢從大阪關西11點05分回到高雄呢是下午1點50，來回呢都有含選位跟選餐，總共是9750元，算是一個很可以的價格。去程的時間呢也可以舒服悠閒的出門，回程呢也不會算太早。那高雄出發的好處真的很多，出關的速度真的比起台北，快了好幾倍。出關以後呢，也不用管要往左邊還是右邊，兩邊都逛完了，都還有時間。在我們的班機還沒來到之前呢，先來觀賞一下以前搭過的獅航跟沒有搭過的德威航空。那也希望高雄越來越多的航班，越來越多元。逛完免稅商店後呢，找個有玻璃的地方就可以來舒適賞機等登機了。那我們可以看到剛降落的長榮跟正要出發的亞航，還有跟華信 say 拜拜之後呢，接二連三，虎航也出發了，德威也跟在後面。終於，我們今天的主角樂桃航空，慢慢的從跑道的那一端呢，穩穩的降落。這次樂桃用的呢是 A321neo。單走道客機，這年頭遇到 A321的幾率真的是很高，尤其高雄的載客量還沒有上升之前，真的應該每次不是 A321就是波音的737-800。那等登機的時候呢，抬頭看看這個布置還真的是蠻漂亮的。好的，今天的去程位置呢是在12A， 以我188公分的55身形了，坐到底呢還有一些腿部空間。那腿靈活一點的人呢，要翹腳也是很 OK 的，我就是有翹腳的。那因為這個是緊急逃生門的位置，一上機之後呢，空服就會來說明，有緊急要幫忙的時候呢，要由我們這一排的人去協助，所以也要看過這張緊急安全位置的說明。那這上面呢有中文，很方便看，有坐在這個位置的人要稍微記一下，手記一下，然後一眼就可以看完機上所有的菜單，不像某些航空是需要翻頁的，蠻舒適、簡單、乾淨的一張。餐點類呢，都大概是在1500日幣，大約是台幣300塊，算是貴的。那泡麵、飲料、零食類大概就是200到600日幣左右，大概就是台幣40到120，有點偏貴，但不到很貴。樂桃呢是沒有禁止帶外食或者是飲水的。虎航是有進的，我自己之前有查過，也記得是有的，所以你可以自己帶食物或是水上樂桃，但是也請大家當一個文明人哈，自己要把那個垃圾清掉。當天整體的登機速度呢算是很快，跑道又不會很遠，所以非常快的伴隨着引擎聲的加速，還有地勤人員的拜拜呢，我們就起飛出海，然後高雄就已經看不到我們的機尾燈了。轉一個圈呢，沿着台灣的西側飛行了，沒有雲的情況下呢，還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台灣西部平原。很快呢，外面就亮到看不清東西了，所以就只好把窗戶關下來。
餐點的部分呢，去回都有來問我，因為餐點要加熱，所以要等15分鐘。所以我們就是先來看看樂淘的周邊商品、模型、玩偶跟鑰匙圈，還有我通常有可能會買的毛毯。因為比起模型、玩偶跟鑰匙圈，毛毯還比較實用一點，在家裡可以蓋，也可以帶去公司蓋。那如果大家對樂淘有愛的話，真的就是可以買起來。那這之後呢，就是聽聽音樂，看看 Netflix 下載的影片，餐點很快就會送上來了。那去回程送上來的餐點呢，都大概是長這樣，一個小小的紙盒，大概就是一個 A4 的一半吧。那有點小驚訝哈，送上來的時候，因為它就只有這一個餐點，完全沒有水。後來想想也合理啦，因為樂淘他在選餐的時候，他就沒有特別寫說有沒有水，就是這樣一個餐而已，所以就沒有水。全餐呢大概是長這樣：濃郁黑醋糖肉和蛋炒飯對，它是醋糖肉，不是糖醋肉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當初寄來信就是長這樣。食物呢跟圖片幾乎沒有差異，很日本 style。花椰菜呢圖上是一朵食物就真的就只有一朵，配着吃起來呢整體酸甜還不錯吃，但是很日式的溫和調味。不過吃一口突如其來的酸也是有一點表情要反應一下。就算是整個吃起來很沒有味道的花椰菜呢，沾着那個醬吃還是很不錯的。不過蛋包飯就不像台式的還會有炒醬油，所以就是沒有什麼味道。吃到後面呢，還是要把飯拌着那個殘留的醬，吃起來呢才是會比較有味道的。但是這次有一個小插曲就是吃到一半，我想要拆湯匙吃飯的時候，結果湯匙直接整個原地碎裂，只好再跟空服要一個新的。整體吃起來呢，餐點算好吃，但因為吃完沒有喝水整個嘴巴都是那個味道，有點吃完看看天空，看看影片。說真的，在天上看黃昏或者是早晨，真的超美的。大家如果有搭到這個時段的飛機，可以看一下。慢慢的天空暗下來，我們飛進了大阪灣，漂亮的夜景，還順便看了一下明石海峽大橋。雖然這個明石海峽大橋看到的時候呢，雖然會不及我們飛東京看到富士山的感動感，但整個夜景還是超美的。而且你也知道，日本就快到了，當下心情一定会非常的爽。只是在降落的時候呢，要用 iPhone 拍這個夜景降落，真的有時候就是很容易失焦，所以我們就跳過。樂淘呢，在關西機場呢是用第二航廈，鐵皮蓋的，跟很多工廠長得很像。有趣的是呢，你不會像平常搭一般的航空一樣，通常都是用空橋的，而是直接走到樓梯下機，然後直接走進去，也不像虎航在 BRE 那種桃園那種，或者是坐車坐到那邊再上去，而是你直接從第二航廈走出來就直接走上飛機了。那你走下飛機之後呢，你還可以順便轉頭再欣賞一下飛機。不過你要下機之前呢，跟地面在引導的人員都會盡量要求你不要轉頭拍照什麼的，因為你還是要通過那個他們地勤車在走的那個路，所以呢，就是大家要注意安全。要拍呢，你就走過那個路之後，停在那個第二航廈旁邊建築物旁邊停着，再往回拍，這樣會比較安全一點。那爽爽拿完行李之後呢，入關一出來呢，就是2航到1航的接駁車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搭樂淘航空到第二航廈，要記得要從這邊搭接駁車到第一航廈那邊，才有往市中心的 JR 哈魯卡跟南海線。那接駁車很多，所以順走就好了，不用特別的趕。好的，我們快轉到回程。從哈魯卡或是南海線出來呢，平常我都是會往左邊往第一航廈，但這一次不一樣，我們要往右邊去搭接駁車往第二航廈。那跟來程是一樣的，接駁車很多，所以可以不用趕，大概全程花個15到20分鐘。如果你要抓保守一點，就算半個小時在這個搭接駁車的時間上。然後到了第二航廈，我們先給前面這位家長一個讚，這個防走失裝置呢，非常的棒。好，關西第二航廈的報到區呢，跟高雄一樣，一眼望過去就差不多全部看完了，但是就是有一種極度陽春、有點臨時架設的感覺，讓我再度覺得，怎麼好像在工廠裡面。那樂淘呢，它是要先用報到機報到，然後再
依各自的賽道去找地勤人員托運行李。比起隔壁的濟州航空看起來很多人排隊呢，樂桃這邊呢就明顯比較舒服很多。我也不確定為什麼會是這樣子。那回程的時候呢，我的行李重量是16公斤。這邊要提醒大家一下，樂桃托運呢是計件制，現在蠻多航空都是計件制了，而且呢它一件只有限20公斤，20公斤以上也是可以托運到32公斤，但是如果你超過20公斤呢，你就要再另外付一個超重費，所以就是会跟你之前如果有搭過華航、長榮、星宇，雖然他們也是計件制，但是他們的限重通常是23公斤，會有點不一樣，3公斤的差異。我的25寸呢塞滿了大概是16.4公斤，那如果你是在29寸或是30寸的人，你要買很多東西会塞滿的話，很容易就會破20公斤哦。好。當天報到完呢，大概是9點40，離我們飛機起飛呢只剩下1個小時20分鐘。不過整體關西機場第2航廈出關的速度呢，跟高雄是有的比的，很快。然後出關之後的2航免稅呢，也是一眼就全部都可以看完了。然後呢，大家就是得待在這個區域裡面，等到你的登機時間接近了，才會有地勤人員稍微看一下你的票，讓你往那個登機坪那邊走。不過這邊看起來就是有一個安全性的隱憂的感覺，因為你走過這個人工驗，然後又往你的那個登機口去，其實都沒有人在看你，都沒有工作人员，你要亂跑到其他的登機口或是其他的停機坪或是別的走道上，好像都是蠻容易可以到的，就是安全性上面有一點好，等刷完票之後呢，一樣是走出第2航廈往飛機那邊去，一樣是走樓梯上去。那這一次呢，回程我是坐在13A，就是來程的12A 的後面。相較於去程呢，因為回程的時候我旁邊沒有人，整個坐起來又更加的舒適了。有可能因為那天是星期三所以搭的人沒有那麼滿。那再一次呢，空服也是會再跟你說明，那我們就再看一次這個緊急逃生卡。當天呢，因為關西機場的空中交通有點繁忙，所以機長呢還有稍微廣播了一下，說有可能要稍微延後一下。不過也大概就是延後了5分鐘，我們就慢慢的滑向了跑道。那在滑向跑道的時候呢，我們遠遠可以看到星越航空，就是也是日本的另外一家航空。疫情前呢，我記得那時候我買了星越航空從台北飛名古屋還是九州的票，結果因為疫情沒有緣分搭到，他到現在還沒回來開。以後有緣分再說咯。然後呢，就是起飛轉彎。那這一次呢，得益於關西機場它是蓋在海上的，所以轉彎之後呢，我們就可以拍到一些很漂亮的畫面，超讚的。好的，其他座位什麼的我們都看過了，所以我們就直接上餐點。那我這次回程點的呢是樂桃原創天堂海鮮咖喱。雖然不會吃完升天，但是整體日式咖喱的味道非常的濃厚，再加上起司呢，會讓整個味道變得滑順濃郁，完全就是停不下來啦，很好吃。不過可惜的是呢，就是因為味道比較重一點，所以海鮮的味道整個就被咖喱蓋住了，就是有這麼一點點可惜。所以整體來說，樂桃去程跟回程的餐其實都保持着日式的那個餐點的感覺，蠻好吃的，但是也不會到非常的驚豔。對，不會非常驚豔。那如果你在飛機上餓了的話，你可以點來吃一下。不過以關西飛到台灣來說，其實都蠻短的。我相信大家可以不點，大概大家都是不會點的，除非你是飛東京或是北海道之類。我不確定他現在有沒有開東京或是北海道。那吃完飯呢，我們看看天空，再看看我在機場買的踏劑，因為上機之後呢，空服會說液體類的東西不要放在上面的行李空間，他們可能怕倒掉流出來，所以呢，我就是把這瓶踏劑跟我的水呢，是拿到我前面那個位置的放的地方。那這瓶踏劑呢，因為跟一般踏劑那種大罐的不一樣，小巧可愛的，一罐180ml，買來擺着看也是蠻舒服的。那日本的班機呢，會一直沿着日本飛，就是一直飛往四國、九州，然後再沿着可能那個沖繩、那霸那邊飛。那中途呢，我有起來上一下廁所，因為旁邊只有一個人，那要穿過去蠻方便的，所以我回程的時候有起來上廁所。整個廁所呢是相當的清潔，因為在我要上的之前，空服就剛好在清理，他可能大概2-3個人上完，或是每個人上完，他都會稍微有空區就會清一下。最後呢，回到高雄，這次也是很幸運的，方向跟視野都很
隊還可以看到高雄的85大樓。那降落之後呢，在滑向停機坪的時候，看到旁邊的私人飛機好像正在準備就位，就不知道是哪一位大佬咯。總結樂桃呢，搭起來全程算不錯。如果是以我這次搭過的感覺之後，我感覺樂桃又變得比較能搭了，因為我上一次搭樂桃的時候，它的行李跟價格呢，普遍都是比當下其他航空都要貴，跟行李的重量是計件制的，比較沒有那麼優勢。但是現在因為越來越多航空公司的價錢也都是越來越高，然後行李也都變成計件制，而不是整個算重量的，所以樂桃好像就又變得比較能搭了。所以如果它在促銷的時候就比較可以買，而且普遍比起台灣的虎航跟飛馬來西亞的亞洲航空，我相信馬來西亞也有飛日本，那整體飛機上的整疊度是高的。因為我當初從高雄搭去馬來西亞的亞洲航空，那個廁所就是有一點髒啦，而且它有一個比較大的優點，就是樂桃可以自己帶水或是帶食物上飛機吃。因為我朋友他有說他帶水上虎航喝是有被制止的，你虎航上面想要喝水，就只有你是吃药需要的時候你才可以喝水。所以整體來說呢，如果时间跟价格差不多，樂桃啊、虎航啊、AirAsia 啊，我整個算起來我應該還是會選樂桃。但是因為可惜的是呢，樂桃它現在的航線，因為它的基地是在大阪，所以現在高雄飛呢，它的航線就只有大阪而已。不過我上次在福岡也有看過，不知道是不是國內線。那也希望之後高雄的航班就會越來越多咯。好，今天就這樣，拜拜。